大家好，今年的这个端午节注定不同寻常，因为它恰逢凶日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其实，端午节源于古代的2月2日，早在先秦时期，古人普遍认为农历5月是恶月，5日是恶日，再加上仲夏天气闷热潮湿，病菌易繁殖，五毒出没易伤人，因此端午节是古代人们心目中的恶日或者毒日。因此，端午节的一个核心的主题，那就是祈福辟邪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家家户户门上都会悬挂艾草菖蒲，用来驱除灾殃、驱除疫病。但是端午节挂艾草可是非常有讲究的。老人说要遵循1不采、2不挂、3讲究的原则，以确保平安过端午。为了图个吉利，早点来了解一下吧。首先第一点，从艾草的选择上，我们不宜采用长势矮小、柔弱、干枯、不完整或掉叶严重的艾草，因为这样的艾草生命力薄弱，代表着生命的衰落和无力。把它挂在门上，与端午节所倡导的活力、生机勃勃、繁荣向上相悖。挂这样的艾草不仅不能祈福，而且还不吉利。因此，在端午节采艾草或者买艾草时，我们应该选择那些健壮、高大、翠绿、生命力旺盛的艾草，更能承载祈福辟邪的寓意。其次，第二点，挂艾草的数量也是很有讲究的。在端午节挂艾草时，我们要遵循挂单不挂双的原则。古人认为单数为阳，双数为阴。由于驱邪需要强化阳气，所以很多地方讲究挂艾草要挂单不挂双。这是因为在古代的文化观念中，奇数代表着阳，而偶数则代表阴。我们端午节挂艾草，更多的是希望借此来祈求家人的健康和平安。因此，选择奇数跟艾草进行悬挂，比如13579等，十分符合传统文化的寓意，也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。通常情况下，人们会选择挂5根艾草，因为5在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，代表着五福临门、五谷丰登，与端午节的5月初5也形成了巧妙的呼应。再者，第三点，挂艾草的时间选择也要讲究。在端午节，我们应该挂早不挂晚，这意味着最好在清晨时分，当太阳还未升起的时候，就将艾草采摘挂好，以保证艾草的新鲜和效力。在这个时间段，艾草中的挥发油含量是最高的，能够更好地发挥其驱邪驱毒的效果。如果等到中午或下午再挂，那么艾草中的有效成分可能已经开始流失了，效果自然也会大打折扣。第四点，那就是挂艾草的方式。民间也有挂到不挂顺的说法，这是因为在古人看来，将艾草倒挂在门楣或大门两侧，就像一把利剑，能够将邪恶和疾病阻挡在门外。同时，在某些地区，人们还会用红色的绳子将艾草捆绑起来，因为红色在传统文化中具有辟邪的寓意。这样做可以进一步锁住家中的福气，防止邪气的入侵。第五点，把握好艾草的取下时机。艾草在端午节后并不是一直挂着的，根据民间的传统，等1个月后取下是比较合适的时间点。也就是说，在端午节过去1个月后，我们就可以将艾草取下了。这是因为经过1个月的悬挂，艾草的香味已经基本消失，其驱邪的作用也随之减弱。再加上被称为毒月的5月已经过去，没有了继续悬挂艾草的必要性。及时取下，不仅能够保持门前的整洁和美观，也符合传统文化中适时而为的智慧。最后，需要注意的是，艾草虽然具有诸多益处，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，我们却需要谨慎使用。特别是当家里有孕妇或婴儿时，我们应避免挂艾草在室内或者窗户，因为孕妇的身体对各种外界刺激都较为敏感，而浓烈的艾草的气味可能对胎儿产生不良影响。同样，婴儿的皮肤和呼吸系统都较为娇嫩，艾草的刺激性气味可能对他们的健康造成威胁。因此，如果家里有孕妇或婴儿，艾草尽量少挂或者不挂为好。以上这些您都记住了吗？都非常实用哦。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不仅是对我最大的鼓励，还能帮到更多有需要的人。更多精彩内容，我们下期视频见啦！